嘿，你是不是也有过这种感觉？明明我们心里装满了对孩子的爱跟关心，好心好意的开口，但不知道为什么，听在孩子耳里却变成了一把充满威胁的利刃。这真的是一个让人很心痛的矛盾，对吧？我们父母嘴里说出来的明明是爱，但孩子大脑接收到的却全是防备与警戒。欢迎来到这周的 N 亲子书房练习曲，每周正念解析。现在邀请你先跟着我慢慢的、深深的吸一口气，再慢慢吐气。今天我们要一起用最温柔、最不费力的方式，解开这个让无数家庭感到心碎的结，重新找回我们跟孩子之间那份最纯粹的连结。在接下来的这段专属时光里，我帮大家准备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导航地图。我们一开始会先聊聊失联的困境，接着带你直接看懂这背后奇妙的脑科学运作。然后呢，我会分享3个可以让你立刻带回家用的原创觉察工具，包含了感官收纳、镜像同理，还有能量的灌溉。最后，我们会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每日微行动练习。对了，请务必陪伴我到最后哦，因为在结尾的地方，我为大家准备了一个非常温柔而且超实用的小提醒。说真的，那会是治愈你们关系最棒的解药。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入第一部分，失联的困境。来看看，当我们的爱不小心变成威胁讯号的时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想象一下这个大家应该都超级熟悉的场景，你今天特地推掉了所有工作，甚至提早回家准备了孩子最爱吃的晚餐，满怀期待地坐在餐桌前，想好好关心他今天过得好不好。结果你才刚问出口，他头也不抬，只冷冷地丢下几个字：哦，还好，知道了，然后就继续滑手机。瞬间在你面前筑起一道冰冷的高墙，那种热脸贴冷屁股的感觉，真的让人又挫折又心碎，对吧？在心理学上，这种状态叫做情绪失联，也就是当我们越是试图靠近、试图沟通，引发的反而越是防卫，而不是亲密感。但我想在这里先停下来，看着你的眼睛，温柔地告诉你：嘿，这真的不是你的错。请把心里的自责先放下好吗？这其实是非常普遍的心理动态，绝对不是你教养失败哦。你知道吗？我们身为父母的直觉反应，很多时候刚好跟孩子当下真正的需求完全相反。看到孩子遇到人际挫折或是受伤了，我们心痛啊，所以本能反应就是想赶快帮他解决问题，给他正确的答案，甚至开始讲起人生大道理。像是孩子说同学对他不友善，我们可能脱口而出就是那你就不要理他，做好你自己的事就好。可是当我们带着这种焦急的情绪去说教时，不管你讲的话逻辑多么正确，对孩子的大脑来说，那都是一种威胁讯号。他们接收到的感觉是我不被理解，我被否定了。其实他们在那个当下唯一渴望的只是一个能够被完全接纳的安全空间而已。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到底该怎么创造这个安全空间呢？这就进入了我们转化关系的第一阶段，全域感官收纳。这个是超越了单纯的听哦。以前我们说的倾听，很多时候说穿了，只是在等着轮到自己开口讲话的空档而已，对吧？但真正的正念沟通，第一步其实是收纳。这意味着什么？就是要去清除我们大脑里那些不断弹出来的评判视窗而已。想象一下，当孩子突然跟你说我明天不想去上学了，你的大脑是不是立刻像电脑中毒一样狂跳出各种焦虑的视窗？这怎么行？才星期二耶，他是不是被霸凌了？这样逃避以后出社会怎么办？等等。这个时候请温柔地觉察到你自己内部的警报器响了，先深吸一口气，然后像点击滑鼠一样，在心里轻轻地把这些焦虑视窗啪啪啪一个个关掉。我们先给彼此一个干净的、没有任何评判的纯净空间，只是单纯的去承接他此刻的状态。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这个不带评判的姿态有这么大的魔力？脑科学给了我们一个非常美的答案。当我们只是平静的、专注的在那里陪伴时，孩子的大脑会产生3个超棒的物理反应。第一，这会抚平他的杏仁核，也就是大脑里的压力警报中心，让他的巡视火警慢慢熄灭。第二，这会唤醒他大脑里的镜像神经元，让他不自觉地去吸收甚至模仿你此刻的稳定与平静。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你整个人正在向他发送一个强烈的讯号：嘿，这里绝对安全。你要知道，只有在感觉到100%安全的时候，孩子才有可能卸下他那身刺猬般的盔甲，让你看到他最柔软、最脆弱的真实模样。
等到大脑的警报解除，平静下来之后，我们就可以顺利进入第2阶段了，镜像心灵同理。这是一个深层同步校准的过程。想象一下，你们正在调频，就像2台原本充满杂音、各自播放不同音乐的收音机，慢慢的找到同一个清晰的频道。在临床心理学上，我们把这叫做原因镜像。具体怎么做呢？就是用一种平稳温润的语气，把孩子话语里的情绪关键字轻轻地送回给他。这绝对不是叫你像鹦鹉一样机械式的重复哦，你是要成为一个稳定包容的情绪容器。举个例子，当孩子气呼呼的大吼老师今天超不公平的，你可以很温和的回应，听起来你现在真的觉得非常委屈，也很生气。想象你正在把孩子那些混乱刺人的情绪温柔地接在手心里，梳理平顺了，再安稳地交还给他。当你这么做的时候，最神奇的事情就会发生。当孩子听到你没有马上反驳他，也没有急着批判他，而是这么平静地接纳了他的感受，他会体验到一种神圣的被理解感。真的你会肉眼可见地发现，他原本紧绷耸起的肩膀瞬间垮了下来，甚至眼眶可能会突然泛红。那是一种非常深沉的释放感。就在那一刻，所有的对抗都烟消云散了，因为他在心里深深地确认了，原来你懂我，原来我们是站在同一阵线的。建立起这个连结后，我们可以试着用一点点进阶的技巧，叫做感知转移。这感觉就像是你戴上了潜水镜，去确认水面下那块看不见的巨大冰山。你可以用非常轻柔的问句，引导他探索更深层的感受。听起来，你现在心里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好像不管自己怎么努力，都达不到老师的标准，是这种感觉吗？记住哦，我们不是在帮他贴标签下定论，这是一个很温柔的邀请。如果我们猜错了，在安全的氛围下，他会直接纠正你；而如果我们猜对了，当2颗心完全同步的那个瞬间，解决问题的方法往往就会像水到渠成一样自然浮现。走到了对话的尾声，我们迎来了能量最强大的第3阶段，生命原动力灌溉，去真正看见他们生命本质的欣赏。我常常听到很多爸爸妈妈很沮丧地问我，Ann， 我明明平常都很用力称赞孩子，好棒，好聪明啊，为什么他一遇到挫折，还是这么没自信，这么容易放弃？其实答案就藏在我们赞美的方式里。我们大人太习惯去称赞产出于结果了，却常常忘记去称赞他们在过程中所展现的能量。举个最生活化的例子好了，孩子数学考试考砸了，心里挫折的要命，但他今天晚上吃完饭，依然选择乖乖坐在书桌前，订正那些写错的题目。如果你只盯着分数看，你一定会觉得很失望。但如果你看见的是他的能量，你就可以走过去，温柔地跟他说：“宝贝，我看到你虽然心里很难过、很挫折，但你依然选择坐在这里面对错误。你这份坚持下去的勇气，真的让我非常佩服。你看，这就是看见他真实的生命力啊！”这种直接对准生命能量的赞赏，是能帮孩子建立起无坚不摧的内在力量的。它不仅能培养出不怕失败的成长型思维，还能在你们对话结束时促使大脑分泌多巴胺，让孩子感觉充满力量去面对明天的挑战。而这一切最核心的价值观就是本质永远大于表现。你要让孩子深刻地感觉到，他的价值绝对不是建立在考了几分，或是钢琴弹得多完美之上。他之所以珍贵，单纯是因为他这个人本身的美好与韧性。好啦，理论观念我们聊了这么多，接下来是我们的重头戏，每周的每日微行动。我们来做个3分钟留白练习。这是一个超级简单，你从今天晚饭时间就可以立刻试试看的微小行动，只要4个小步骤。第一，创造空间，每天就只要抽出短短的3分钟，把手机彻底放下，电视关掉，帮你100%的注意力全心全意的给孩子。第二，感官收纳。先忍住，不要急着开口问东问西，仔细观察一下他的眼神亮不亮，肩膀是放松的还是紧绷的，单纯的去感受他今天带回家的整体状态。第三，减班校准，试着用一句我们刚学的原因镜像来回应他，像是看你放下书包的样子，听起来你今天真的蛮累的哦。最后，觉察笔记，在心里默默记录下这3分钟里孩子细微的表情变化。真的只要3分钟，你会很惊讶地发现家里空气流动的感觉竟然完全不一样了。在我们今天的解析即将进入尾声的时候来了，
这是我在一开始承诺过要送给大家的温柔解药，请把这句话轻轻的、深深的放在你的心底。爱不需要被证明，只需要被觉察。当我们不再因为焦虑而急着想证明自己是个负责的好父母，当我们不再急着想证明自己讲的大道理有多么正确无误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真正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去觉察，去感受眼前这个正在努力、辛苦长大的纯粹生命。现在，我想邀请每一位听到这里的朋友，如果你愿意的话，轻轻闭上眼睛，回想一下过去这几天你跟孩子发生摩擦，或是陷入冰冷对峙的那个瞬间。特别是那些已经在我们留言区分享过困扰的爸爸妈妈们，请带着今天刚学到的新工具，重新回到那个充满火药味的场景。试着拿掉你的评判视窗，仔细找找看，在孩子那些尖锐伤人的话语跟充满防卫的态度背后，是不是其实藏着一个焦虑、无助，并且深深渴望被你看见的灵魂呢？沟通这条路啊，真的是一场好漫长的练习，我们都还在路上慢慢学，所以千万不要要求自己必须做到完美哦。这个礼拜就让我们试着在对话里留下一点空白，给彼此的心安放一个最稳当的位置。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探讨，请温柔地帮我们按下订阅，也超级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你做3分钟留白练习的心得。最后，我想留一个小问题给大家思考：下一次当孩子又不忍不住对你发脾气的时候，你愿意做那个先放下防备盔甲，温柔地接住他的人吗？我是 Ann， 我们下周在 Ann 亲子书房练习曲见咯。祝你这周有一段充满觉察与平静的亲子时光，拜拜。